两个人都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肢体接触愣了一愣。蓝忘机收回手，默了一下才淡淡道：“这里不收钱。”魏无羡啊！蓝忘机从裤兜里抽出一张教师用卡，要刷卡。魏无羡：“我没卡呀。”蓝忘机修长的两指间夹着那张蓝色的卡片，向魏无羡递过去：“刷我的。”一瞬间，魏无羡恍惚有种自己被大款包养的感觉，脑海里浮现出蓝忘机西装革履，单手插兜，向自己抛来一张金卡的情景。他用清冷的声线念出那句十分狂霸拽的台词：“拿去，随便刷。”魏无羡被自己突如其来的玛丽苏恋爱脑搞得十分恶寒，不禁打了个哆嗦。他伸手接过蓝忘机的卡道：“谢谢啊。”蓝忘机身在半空中的手一顿，随后若无其事地收回身侧：“不必。”他在原地看着魏无羡转身走了没几步，又返回来，面带尴尬道：“那个教师食堂没来过，不太会买。”蓝忘机，他把刚送出去的卡又接了回来，找地方坐。魏无羡点点头，找了个偏僻一点的位置坐了下来。不一会儿，蓝忘机便端回来一份红艳艳一片的饭菜。魏无羡眼前先是一亮，可随即便感受到胃部传来的隐痛。他也不愿意服了蓝忘机的意，接过对方递过来的筷子，笑道：“你还挺会买，全都是我爱吃的。”蓝忘机不语，拿着勺子喝着自己点来的汤，拿着筷子随意扒拉了几口，一种熟悉的家乡味袭来。魏无羡满足道：“终于吃到鸡国菜了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安国的饭那叫一个难以下咽，吃来吃去总是那么些东西，价格还高。”蓝忘机咽下口中的汤菜，才开口道：“安国？”魏无羡点点头：“对呀。”蓝忘机没再接话。两个人之间的空气静默了好一会儿，魏无羡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他知道蓝忘机家里有时不言寝不语这种令人牙酸的家规，所以对于他的沉默十分的习以为常。不过吃了几口，魏无羡就没法下筷子了。菜是好菜，绝对十分符合他的口味，只是对于这种红辣的食品，他现在实在无福消受。原本只是隐痛的胃部已经开始泛起灼烧般的疼痛，连带着还有些反胃。他放下了筷子，有意无意地按揉着自己的胃部，不动弹了。蓝忘机也放下了手中的筷子：“怎么了？”啊？魏无羡摇摇头：“没事，吃饱了。”蓝忘机皱眉：“不合胃口？”魏无羡摆手：“没有没有，味道好得很。就是我不太饿。”蓝忘机看向魏无羡抚在胃部的手，似有所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缓缓开口道：“这些年。”魏无羡抬眼看向他。蓝忘机沉声道：“这些年过得如何？”“如何？”魏无羡扪心自问。“实在算不上好吧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现在回来了，日子总会越过越顺畅的。那些不那么美丽的记忆也没有必要拿出来让所有人都知晓。”于是魏无羡笑道：“好得很。你是不知道，潇洒自在极了。”蓝忘机似是轻轻松了口气，垂眸道：“那就好。”又是一阵沉默。想了想，魏无羡复问道：“我姐呢？还在这儿吧？”魏无羡和蓝忘机上高中的时候，江厌离刚进入云深高中教语文，现在算下来也有将近10年了。而魏无羡回国后选择在这里工作的一大半原因，也是因为他在这里。蓝忘机点头：“他教哪个年级的？”魏无羡道。蓝忘机道：“带你们班的语文。”魏无羡：“啊，那我怎么一直没见到他？”蓝忘机：“近几日外出调研。”顿了顿，他复道：“我也带你们班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哟，那可真是太巧了。你带哪科的？”蓝忘机道：“生物。”生物？魏无羡愣了下：“你居然教生物？我记得你以前数学学得最好啊。”说罢，他摸摸下巴：“啊，不过你哪科学的都好。”蓝忘机不置可否。魏无羡叹道：“哎，本来我也超想学生物专业的，谁知道……”魏无羡不说话了。为什么话题总是向这种令人郁闷的方向发展呢？他生硬地转移了话题：“物理什么的，真是要学吐了。”蓝忘机又道：“我们班的物理老师是你。”魏无羡呆了：“这么巧啊？”他哈哈大笑地伸长了胳膊，拍着蓝忘机的肩膀道：“那咱俩还真是冤家路窄呀，蓝湛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过话说回来，高中时就天天被我烦，现在好不容易毕业工作了，还得跟我搭班子，你可真是太惨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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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”
蓝忘机面无表情道：“不惨。”拿出纸巾擦了擦嘴角，又补充道：“工作需要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你这也太为工作奉献自我了，回去好好睡一觉吧。”蓝忘机起身道：“下午要开会。”魏无羡也擦了擦手，站起身，跟着蓝忘机下了楼。刚想跟他道别，却发现蓝忘机竟然跟着自己一起走。魏无羡拦住他：“不是，你往哪去？”蓝忘机：“教工宿舍。”魏无羡奇道：“你家离这儿很近吧？为什么住宿舍呢？”蓝忘机垂眸道：“方便。”魏无羡：“啊，行吧。”魏无羡在心里彻彻底底的给蓝忘机贴上了工作狂的标签。例会上，魏无羡的胳膊支在长长的会议桌上，脑袋有一下没一下地点着，意识逐渐模糊。中午奇妙地发现自己居然和蓝忘机住对门后，热情地拉着他帮自己收拾屋子。一来二去的，午觉什么的自然是没睡成，再加上从窗子照进来的阳光暖融融的，也不怪他会犯困。蓝忘机不动声色地用余光扫向身旁的魏无羡，同往常每一次上课时一样轻对了一下他的胳膊，想让他清醒一点。支着脑袋的那只胳膊被对的一晃，魏无羡的头登时垂了下来，随后摇摇晃晃地在半空一顿，向后仰去。蓝忘机眉心一跳，十分迅速地将胳膊肘搭在桌子上，于是魏无羡的脑袋稳稳当当地靠在了他的手臂上。动作全程不超过半分钟，且一丝动静也没有，如果不往他们这边看，根本没有人会察觉。魏无羡在睡梦中咂咂嘴，叽叽叽叽叽。蓝忘机讲话的蓝曦臣不经意间向这个方向瞟来，看见魏无羡靠在蓝忘机的胳膊上睡得十分安详。他先是一顿，随后不动声色地笑了笑，若无其事地继续交代着开学的大小事宜。过了将近半个小时，会议才散了。蓝忘机的胳膊已经被枕麻了，依稀觉得小臂处传来一阵湿意。他用笔轻轻敲了一下魏无羡的头，低声道：“起了。”魏无羡这才迷迷糊糊转醒，抬手抽过蓝忘机用来敲他的笔，另一只手随意抹了抹嘴角。他轻车熟路地从蓝忘机那里抽来记录本，趴在桌子上睡眼朦胧地抄了起来。蓝忘机低头看看自己的胳膊，一种久违而熟悉的感觉环绕在心头。他从裤兜里摸出一张纸，轻轻擦拭着留在自己袖子上的口水印。这边的魏无羡都已经抄了2行后，意识才逐渐清醒过来，笔下未停，心里却有些微惊。方才自己仿佛睡得很沉，明明只过了一个例会，却好像是美美的睡了整整一个晚上。已经多久没睡过这样一个好觉了？魏无羡如是想到。很久了，久到连记也记不清了。停下笔，魏无羡不禁转头看向身旁的蓝忘机。